Hello， 大家好，还是先说一说加拿大的疫情吧。加拿大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啊！现在呢，多个省已经出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明确规定呢，圣诞新年期间是不允许私人及大部分公众聚会的啊。但是呢，之前有一项针对5000人的民调显示啊，仍有1/3的加拿大人计划探亲访友。10%的加拿大人呢，计划离开社区或者是居住的省份外出旅行当然更甚至还有很多人呢打算出国旅行。圣诞节之后的加拿大疫情非常不容乐观。如果您希望了解所在省份的详细规定呢，最好是查询当地政府的官方网站。每个省的规定呢都不太一样，而且呢它会随着疫情的变化而随时改变啊。现在呢，东部的魁北克省、西部的 BC 省和中部的曼尼托巴省呢是严禁任何聚会的。如果有违反规定的人呢，会收到罚单。曼尼托巴省呢，在周二的时候就宣布了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他们规定禁止节日聚会，一直持续到1月初。最近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啊，就是英国发现传染速度更快的新冠病毒变种，至少有23种不同的变化。目前欧盟的一些国家呢，已经开始对英国旅游进行了限制啊。再来看加拿大疫苗的情况。之前呢，因为加拿大抢购囤积了太多的疫苗啊，被很多组织点名批评啊，甚至有报告说啊，仅占世界人口14%的富裕国家已经抢购了53%的新冠疫苗。加拿大是所有国家当中抢购最多的，抢购的数据呢，据说足以让每个加拿大人接种5次。尽管抢购了很多疫苗，但说服加拿大人接受疫苗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啊。今天我还看了一篇文章啊，他们说为什么加拿大的疫苗推广并不容易啊。这篇文章说，在1979年和1980年曾经出现过一次非常严重的麻疹高峰。当时呢，在遭受疫情严重打击的安大略省决定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他们起草了学校学生免疫法，规定学生呢必须接种疫苗才能上学。后来遭到了强烈的抗议，抗议者谴责这个法案呢是迈向警察国家的第一步。尽管当时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疫苗是安全的，而且呢大多数加拿大人都自愿接受疫苗，但是由于政府的强制接受疫苗，还是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对当时的领导人来说啊，都是一次政治自杀啊。新冠疫情形势和过去非常相似。民调公司莱格和加拿大研究协会他们在10月份做了一次调查，显示 41% 的受访者表示啊，他们希望疫苗对所有加拿大人都是强制性的。 55% 的受访者表示疫苗应该是自愿接种的，而 17% 的人啊表示他们根本就不打算接种这个疫苗。专家分析过，平均每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啊可以传染2到3个人。因此呢，自愿接种疫苗的人必须占到总人口的60%到70%，才能切断传染链，以达到群体免疫。如果疫苗接种率太低呢，就完全不可能实现群体免疫。这可能就是加拿大在2021年将要面临的最重大的困境之一啊。再说说加拿大房地产的情况啊，房地产市场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2021年多伦多公寓市场的前景可能是岌岌可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整个大流行期间啊，由于购房者寻求低密度的郊区生活，他们呢更多的呢会去选择郊区独立屋。后来呢就导致加拿大的郊区独立屋市场价格猛涨啊。多伦多的公寓市场却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多伦多的公寓市场主要面临多方面的打击啊，一方面呢是人口增长的急剧放缓，第二呢是新建公寓竣工数量达到30年来的新高，第三是多伦多最近刚出台了最新的短租房法规啊，迫使更多的 Airbnb 房源啊进入长期租赁市场。第四点呢，就是上周他们议会又刚刚表决通过征收空置税的计划，这样一来呢，就会有更多的房源进入长租市场。来看一看数据吧，在多伦多啊，截止10月份的时候，出租公寓啊比2019年同期激增了 58%， 与2018年同期呢暴涨了 102%， 租金率与去年相比呢下降了至少 15%。 整个公寓租赁市场出现了惊人的逆转。由于很难找到租客啊，那么以投资为目的购买公寓的人呢，他们的现金流啊就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有一些高杠杆购买公寓的人啊，他们的持有成本可能就更高了，有可能即使出租出去了，可能还会是每月贴钱亏损的状态啊。这种情况呢，可能就势必导致一些投资者他们要挂牌出售自己的公寓。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多伦多的公寓库存还处于近10年来最低的水平啊，自1月份以来已经飙升330%，反而达到了10多年来库存最高的水平。
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就影响了它的价格。据统计，过去3个月多伦多市公寓的价格与去年同比下降达 7.5% 左右。目前在多伦多市场上呢，仍有12000多个 Airbnb 房源上市但随着新的短租法规和城市限制使用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进入长期租赁市场。此外呢，整个大多伦多地区还有7万套公寓正在建设中。到2021年的时候，新竣工公寓的数量可能会再创新纪录。到时候呢，至少有1半的公寓呢会进入长期租赁市场。那么仅靠新移民和留学生呢，完全消耗不了这么大的量，那有可能还会导致房价的下降所以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呢，我的建议是，如果您购买公寓的目的不是刚需，购买用于自住，那最好不要碰多伦多的公寓。如果是刚需自住的话，那么现在购买公寓呢，可能是非常好的时机，可以讨价还价因为现在是买方市场嘛，所以说是一个谈价格的好时机。现在就有很多的专家建议要长期观察库存，这样呢有助于你提前判断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以大多伦多地区为例，专家分析，如果与抵押贷款延期相关的房地产中有 5% 到 15% 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上市出售，那么这个库存指数会上升到5到7个月之间，进而呢可能会导致房屋价格指数下降 15% 至 26%。下面的这个图呢，就是显示了抵押贷款延期的相关房地产有 5% 的房源上市出售导致的后果。从这个表里就可以看出如果有 5% 的人选择出售房产的话，那么房价指数就会下降 10% 以上。专家给出一个建议就是接下来几个月一定要密切关注库存指数，因为只要库存指数增加的话，就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价格回调。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我的频道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生活经济、房产方面的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